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少峰。最近这几条新闻看着都挺正常，但越看越怪。花38万办婚宴，结果吃到的全是拆袋即食的预制菜。广东灭蚊子，喊的是月底前实现动态清零。86块钱的校服，撞款16000的 LV。教育部发10条新规，要给学生减压，家长却说孩子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还有河南那个招聘，专科不限，本科限，研究生不收，这不明摆着内定岗吗？你会发现，在中国最离谱的不是荒唐，而是荒唐变成了常态。今天这集，我们就从这几个小新闻看一眼这个表面正常的时代背后到底有多不正常。你能想象吗？花了将近38万元办婚宴，结果菜品竟是拆袋即食的预制菜。上海一位新郎的经历最近在网上炸开了。他在中优城市万豪酒店办婚宴，每桌8888元，酒店还信誓旦旦保证我们这里100%没有预制菜。结果婚礼一开席，宾客们一口下去，集体怀疑人生。有人说虾是冷的，有人说鸡肉带血水，还有人直接拍下贝壳里居然空空如也。新郎当场冲进后厨，结果一看，满地的塑封包装，有德国的咸猪手，还有八宝饭冷冻熟虾，通通都是预制品。那一幕真是凉到冰点。他原本只是想办一场体面婚礼，结果变成了一场万豪预制菜品发布会。更离谱的是，等了半天，等来的不是酒店的道歉信，而是一封律师函。酒店指控他造谣损害名誉，要求删视频公开道歉。这波操作网友都笑了，你菜都预制了，律师函也预制的吧？酒店的回应也挺妙，说大型宴会要提前准备，不存在使用预制菜，但又拿不出食材采购凭证，这就更让人怀疑了。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婚宴早就是预制菜的重灾区了。像红烧肘子、狮子头、八宝饭，80%都不是现场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预制菜太划算了，一桌卖你6000元，实际成本1000不到，而且如果现场做，42桌宴席根本来不及出菜，人工贵，厨师紧张，谁还真在厨房慢慢烧？但问题在这儿，你可以用预制菜，但不能骗。消费者反感的是你假装是现做，收费收的是现做的钱，实际上却大上预制菜。就像你明明点的是爱马仕，结果拆开发现是拼多多版，那心情能一样吗？这件事之所以引爆舆论，是因为它踩到了大家的底线，诚信。特别是婚礼这种一生一次的场合，谁都希望菜是真材实料，不是流水线产品。现在的市场，酒店预订量暴跌，新人退单的退单，改签的改签，有人干脆去农村大宴，说2000块一桌，有虾有鲍鱼，还现杀鸡鸭，比万豪8000元的预制菜可实在多了。说到底，这不是消费者太挑剔，而是人们花钱买的是真实。38万的婚宴，不只是菜单，也是一场信任测验。而这一次，万豪没及格。聊完预制菜婚宴，咱们再说说另一种味道的变化。一个100年老字号，从皮薄馅大到无人问津，狗不理包子的故事，也许比它的汤汁更耐人寻味。说起天津的代表美食，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狗不理包子？那可是天津的招牌。早年你要是去天津旅游，不吃狗不理都不好意思说你来过。但你知道吗？这家曾经一天卖出6万个包子的老字号，如今却落到门可罗雀。过去的狗不理真是家喻户晓，皮薄馅儿大，汤汁多，咬一口还得小心烫嘴。
关键是便宜，一个几毛钱，人人都能吃得起。可现在呢，狗不理开始提价了，一笼包子几十块，特殊馅的还要20块一个。你没听错，一个包子能买2杯奶茶。很多人一看这价格就想，这还吃个啥？慢慢的，老顾客不来了，新顾客也不爱了。第二个问题更致命，他也走贵族高端路线了。原本是街头早餐店，现在开成了中式餐厅，做套餐卖礼盒。结果包子铺不做包子，反而开始做形象了。有些老天津人说的特逗，狗不理不是不理人了，是不理包子了。老顾客走进店里，看到满墙的高档装潢，拿铁色菜单，心里就打鼓，这还是那个狗不理吗？失去了烟火气，味道再好也难留人。更糟糕的关键点是品质崩了。以前的狗不理馅儿香的人流口水，皮薄透亮，现在皮厚了，馅儿少了，汤也干了，甚至有员工偷懒用速冻揉馅儿，一口吃下去干巴巴的，完全没了那股肉香拌汤汁的灵魂。这时候你再喊他狗不理，大家反而会笑，吃完我也不想理他了。狗不理他方的最后一刀是在服务上，以前员工热情周到，笑脸迎人，现在可倒好，爱理不理，甚至有顾客投诉被叫了警察。从热情天津味儿变成冷漠饭店脸，品牌形象崩塌了。老字号要活，不光靠名气，更靠诚意。价格贵了，品质差了，态度冷了，再精致的招牌也会掉漆。有老顾客说的特妙，狗不理不是被别人打败的，是被自己慢慢不理死的。从老字号的没落到校园里的新潮对比，谁能想到一件86块钱的校服竟能穿出 LV 的高定感？有时候时尚和荒谬只差一条拉链的距离。最近湖南长沙又出大新闻，当地一所中学的校服被网友发现撞款 LV 外套，一边是86块钱的中学校服，一边是售价 1.6 万的 LV 限量款外套。对比图一出，全网笑翻了。LV 和校服撞衫，这谁抄谁啊？说起这款撞款还挺神奇，这款长郡中学校服上白下黑，黑领设计，看起来干净利落。结果网友一对比， LV 秋冬限定外套配色、线条、领口几乎一模一样。有毕业生立刻在评论区留言，我妈当年是扔掉了多少奢侈品啊。LV 客服后来回应的也挺有意思，说可能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这是设计款，实用又时尚。更有趣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去年 LV 还有一款 6.9 万的棒球外套，被发现长得像广西南宁中学冬季校服，浅蓝色打底，黑袖子，条纹边，一对比，这不是学校运动会限定款吗？网友的留言很有品头，70元的校服穿出了7万元的气势，不是我买不起 LV， 而是校服更有性价比。还不光是 LV， 连拉尔夫劳伦也中招。湖南雅礼中学的校服被发现几乎复制了拉尔夫劳伦经典配色，蓝底白红条纹。校友调侃，原来我们校服不是百事可乐，是拉尔夫劳伦啊。还有人补刀，这是品牌向雅礼120周年致敬的校友服吧？说真的，这些撞款虽然搞笑，但也说明设计的高级感有时候不是价格决定的。一件校服只要颜色、比例、裁剪协调，也能穿出时尚。86块的校服和 1.6 万的名牌外套放在一起，也许就像现实版的那句，我们穿的一样，只是你多花了2个零。至于设计上究竟是谁抄了谁，人们被表面的实惠搞得似乎已经不在乎了。
校服撞款 LV 虽然让人会心一笑，但对中国的学生们来说，真正的压力可不是穿什么。最近中国教育部又出大招了，考试不再排名，每天体育2小时，不得提前到校，不能带手机进教室，一口气10条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措施。大招一出，全网热议，有人拍手叫好说终于有人管了，但也有家长无奈苦笑，听起来都对，可问题从来不是学生。教育部这次政策的出台，实际已经说明了现在中小学生的整体状态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教育部出面，用政策的形式给予干预了。学生课业压力太大，睡眠不足，手机成瘾，校园霸凌，老师发愁，家长焦虑。教育部祭出10条措施，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外界看到的是，中小学生出现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和采取措施的程度了。10条措施的第1条就提出有效缓解学生考试升学焦虑，减轻过重的作业负担，减少日常测试频率，合理设置考试难度，规定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并将有序推进考试改革，缓解学生和家长升学焦虑。其次，提出全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另外提出要保障学生充足睡眠时间，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教学活动，并要遏制超时学习等违规行为，防止学业过重、无序竞争挤占睡眠时间。严禁手机进课堂，要推动息屏行动，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加强动漫、短影音、微短剧、网络综艺和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的管理。10条的内容和措辞，有些真是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比如对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要每年组织展开1次心理健康抽样监测，展开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提升教师的预心意识和能力，提高对学生心理行为偏常的识别和早期干预能力。再比如，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及时化解学生间的矛盾冲突，防止欺凌行为。要知道，中共的习惯性做法，某种事情一定是到了严峻程度，才会出政策、发规定去处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10条措施的时候，说明相关问题的可怕程度恐怕远远超出想象。官媒报道中，甚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也说，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心理健康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教育部10条的发布一跃成为社群热门话题。在微博央视新闻讨论区，许多家长反映，中小学生早上6点30分就要早读，中午还有午写、午读，晚上还有晚自习，这样的保障睡眠时间恐怕只是纸上安眠。还有许多家长提到，中考压力太大了，考试若不改革，光推这些措施没用，大家都在抢跑。教育部说要每天2小时体育，这句话网友最爱调侃，理论上挺好，可实际上跑操5分钟，写卷子2小时。学校怕耽误文化课，老师怕考试掉排名。再看禁止考试排名这条，听起来能减少压力，但实际上家长群、补习班、模拟考排行榜一样照排不误，因为真正的排名早就不在学校公布栏，而在家长的心里。当然，教育部这次也是补上了心理健康这块长期被忽略的短板，但如果只在学生层面加条文，而不动教育评价体系、升学制度的根子，这些政策就可能变成看似用心，实则无效。有网友在微博留言说得特好，学生焦虑不是因为他不想睡，是因为他睡不起。
当一场中考能决定人生轨迹，任何减压都只能是形式。教育部10条措施出发点没错，但能不能切实落地，能不能真正给孩子们留点喘息的空间，这才是家长、老师、学生都最想问的问题。从课堂的动态减压到广东的动态清零，名字听起来都挺温柔，但落地起来都挺熟悉，遇到政治大难题了。广东最近又掀起一场防疫式战役，这次的敌人不是病毒，是蚊子。今年夏天，广东爆发鸡孔肯雅热疫情，这种病虽然传染快，但致命率低，主要靠蚊子传播。然而广东江门市却打出一句熟悉又让人头皮发麻的口号，坚决在月底前实现动态清零。听到动态清零4个字，很多人心里一紧，那熟悉的2020的味道又回来了。江门市委书记强调防疫压倒一切，于是整个城市立刻进入战时状态，成立应急消杀队，拉起警戒线，搞现场指挥部，动作比疫情期间还快。不但副市长、卫健局长因防控不力被免职，还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居民被要求上交钥匙，让工作人员入户灭蚊。有人回家发现花盆被搬走，树被砍，甚至老房子被拆，理由是这些地方容易藏蚊子。有的村子还禁止养狗，因为狗食碗里的积水可能生蚊虫。一时间，灭蚊成了政治任务，动态清零成了全民口号。这场防疫行动活脱脱变成了一场防蚊运动会。为什么这么拼？原来11月9号到21号，全国运动会就在广东举办，江门是其中一个分赛区，因此江门的任务只有一个，绝不能让省里丢脸。更何况传闻最高领导人可能亲临开幕式视察，所以防疫成了政治工程。疫情不清零，那就清人；蚊子灭不完，那就灭草、灭花、灭狗。这种熟悉的运动式治理，一夜之间把人们拉回到新冠疫情3年的阴影里。后来江门官方宣布，疫情病例降到50例，达成阶段性目标，同时又火速发布了22条禁令，要求不得过度防疫，不得强制消杀。问题是这22条禁令本身是不是又要靠新一轮运动式落实？这就是中共式治理的魔幻之处，每次出了乱象，不是问制度的问题，而是再发一份文件来纠正上份文件的副作用。说到底，防疫本无错，灭蚊也没问题，但当一个地方的目标变成政治清零，而不是公共健康，任何措施都会变形。正如一位网友说的，防蚊本该为了人，结果人变成了防蚊的工具。从广东的灭蚊清零到河南的招聘定制，看似不同领域，其实逻辑一样，不是问题太多，而是权力把关。当某事业单位开始嫌学历太高，萝卜岗的故事又来了。最近河南驻马店的一则招聘公告把网友都看懵了。这个岗位的条件堪称超级离谱，专科的不限专业，本科生限制经济学类、法学类等10个专业大类，研究生仅限经济学、法学、文学、管理学4大学科门类。简单说，就是学历越高越不受欢迎。这种低学历宽松、高学历设限的奇葩招聘，马上被网友怀疑是量身定制的萝卜岗。有人吐槽，第一次见到嫌学历太高的单位，也有人笑说，本科和研究生太卷了，还不如回去念个专科再来报名。不过网友的玩笑背后，其实是对制度性不透明的无奈。有人分析得很直接，如果专科不设限，
那代表报名人数多，竞争小，但本科研究生条件越细，反而像是在筛掉潜在竞争者。萝卜岗嘛，最怕的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该报的人报了。这么看，这条件设计的真是刚刚好，让外人摸不着头脑，却刚好能让内部人过关。当地部门回应也很快，说这条件是根据岗位需要设的，不是为某个人量身定制。但问题是，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为什么本科生不行，专科生行？没说。于是网友直接点评，这回应敷衍的比招聘条件还玄学。更讽刺的是，这种反向设定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每当公职考试、事业单位招聘季来临，就会冒出各种版本的定制岗，有的限制性别、年龄，有的限定户口、学校。这次干脆玩出新花样，高学历，抱歉，我们不需要。在某些地方，公平考试成了形式，而真实的竞争早被关系、背景、暗箱操作所取代。当公开招聘变成定向录取，当学历被作为排除的工具而不是竞争的标准，人们就会怀疑，是不是有些岗位压根儿没打算让普通人有机会。这就是今天的6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像剧场的现实中国，有人演理想，有人演制度，有人只能在台下叹息。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